我们大部分的人呢，都被我们的行政院归类为其余人口。我原来叫其余人口，大家都叫其余人口。台湾的其余人口居然高达96。赖清德，你也叫其余人口，你妈也叫其余人口哦。你心里还有没有你祖宗啊？你的祖宗那个神主牌都叫做其余人口哦。比例高达96.4%的汉人竟被台湾一些人归入其余类别，同时突出仅占2.6%的原住民族群。这就像把太阳系里的太阳说成是其他天体，把海洋里的水说成是其他物质。依次类推，占美国总人口超过60%的白人，也要归为他们的其余人口。其实啊，这背后是台湾某些人在偷换概念，目的就是模糊乃至否定台湾社会以汉族为主体的基本事实。今天我们就顺着时光长河逆流而上，看看汉人如何跨越海峡，深耕台湾，开枝散叶。早在三国时期，吴国的孙权就派军渡海，抵达被称为夷州的台湾。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《临海水土志》中，首次出现了对台湾的描述。夷州在临海东南，去郡20里，土地无雪霜，草木不死，土地饶沃。宋朝将澎湖纳入福建晋江县管辖，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，将台澎地区纳入中央行政管辖。元代地理著作《岛夷志略》中记载，自泉州顺风2昼夜可至，印证了当时的闽台之间就已形成了稳定的海上航路。宋元及更早时期，福建、广东地广人稀，土地矛盾不突出，南方地区还有大片土地可开垦，开发台湾还不是时代所需。明朝时期，航海技术的发展，让汉人大规模出海移民的潮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特别是1628年，闽南遭遇大旱，郑芝龙在官府支持下组织数万灾民赴台垦荒，才开始写就唐山过台湾的移民史诗。1661年，明朝国姓爷郑成功率2.5万将士跨海东征，剑指荷兰殖民者。次年收复台湾后，设承天府、行郡县制，移植大陆文教、科举、土地制度。明郑治台23年间，台湾从原始氏族社会跃入封建农耕文明，西部平原进城阡陌良田，汉人激增至30多万，远多于当时的原住民。康熙统一台湾后的200多年间，清政府统筹海防、海外贸易和台湾生产，不断调整放开大陆居民赴台的政策，并先后在台设府制县，奖劝农商、轻徭薄赋。闽粤沿海汉人不断前往台湾，漳泉商人建起鹿港老街，客家人开垦出桃竹苗丘陵，潮汕人将功夫茶带入安平。闽南地区的风俗习惯、民间信仰、文学艺术、戏曲美术等传入台湾，推动了闽台区域文化的共同发展。台南孔庙的城中木鼓，鹿港龙山寺的雕梁画栋，街头巷尾的闽南乡音，无不昭示着这座宝岛已是汉文化生根的沃土。据台湾通志记载，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，台湾人口约254万人，原住民人口仅15万左右，汉人占比95%，成为台湾人口中占绝对优势的族群。到1945年日本战败，台湾光复，50万日本军民被遣返，台湾人口数从676万人下降到626万人，其中汉人约610万人，原住民约16万人。此后，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，大批撤退来台的70万军人和80万军眷，使台湾人口暴增。到1950年，台湾战后婴儿潮加上从海外返台的侨民，人口增长到约930万人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根据抵台时间和语言特点，台湾的人口被分为了4大族群，即南岛语系的原住民，具有台湾省籍的闽南人与客家人，光复后由大陆各省陆续迁台的外省人，而刻意将闽南人、客家人、外省人与汉族的概念并列，这是一种切割汉族的障眼法。
如今台湾地区人口已经超过2300万，汉人依然为最大族群，占到总人口的96.4%。而有些人非要将主体民族模糊化、边缘化，目的在于解构历史文化的根基。因为当96.4%的汉族都成了，其余关于谁是台湾人的答案就被悄悄篡改了。